日本为什么那么的开放，性行业那么的发达？说起日本这个国家，总是吸引着世界的目光。在经济上，它已经是世界上第3大经济体了，仅次美国和中国。对男人而言，它是一个由男孩转为男人的一个窗口。他的作品深刻影响着世界孩子们的成长，对世界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尤其是对亚洲。而对女人而言呢，她的璀璨丽花确实融化了不少少女的心，是个打卡的圣地。还有天然的温泉，让人流离忘返。光是2019年所接待的访客人数就达3100万人次，在亚洲仅次于中国和泰国之后，排在第3，最吸引游客目的地，为日本进账了4兆8113亿日元的旅游收入，其中中国就贡献了差不多960万人次。日本作为亚洲最早的工业国和发达国家，但性行业却如此的盛行，确实有点颠覆我们的思维。因为我们一般理解这些比较有几率出现在比较落后或第3世界国家，而且日本人无论男女都给世人一种彬彬有礼、保守的感觉，但事实却让人很惊讶。其实这与他们的传统观念是有关系的。日本的性观念一直以来都是很开放，江户时代女性就时常当街洗澡，至今日本还有很多地方还有男女共浴的习俗，爸爸和女儿一起洗澡也是常事。而且日本的家庭主妇对丈夫的买权行为是十分的宽容的，认为男人的工作辛苦是需要放松的，或因公事需要交际是可以被理解的。你看人家多么贤惠啊！当然，日本女性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日本可算是世界上最多绿帽的国家，多达49% 的女性曾经出过轨，多过一半的男性曾经戴过绿帽。所以在日本，亲子鉴定这个服务可说是供不应求，每年以10到15% 的速度在增长。所以正在看视频的你，不妨可以考虑这个投资，或许你也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哟。大家好，我是尼克斯，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就带着大家从男人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日本的性行业。你知道吗？在日本，性行业中有分为2个门派，一个是风俗业，另外一个是 AV 产业。而较为人熟悉的是 AV 产业，因为这种是不需要登陆日本本土也可以欣赏到的，这也是日本对世界做出的贡献。其实两者的服务内容是差不多的，只是他们的传播范围和服务时长是有所差别。在风俗业方面，拿大阪知名的红灯区飞田新地为例，平均服务一个客户约20分钟就可以进账差不多1万日元，传播范围也仅在客户与服务人员之间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过程，除非被偷拍。这自然是那些不想被别人知道他的工作性质，或者是兼职没有打算认真发展的人的首选管道，不留痕迹不留名地赚快钱。而 AV 产业平均拍摄时长介于1至2天，一天最少能进账约最少15万日元，取决于拍摄难度和女性的知名度，比如说三角展。而它的传播范围是很广的，可以达全世界，主要吸引着那些想靠着 AV 赚取知名度，进而将来进军演艺行业或其他行业的女性。因为它算是一条捷径，女性基本上只要有一个好看的皮囊就行，不需要你事前会跳舞、唱歌或演戏等才能开始。光是日本性行业这一行，总产值就达到了2.3兆日元，相等于日本 GDP 的 0.4%， 是日本3大支柱产业之一。据统计，在日本目前合法的风俗业共有接近5000家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是5000家，比麦当劳和肯德基加起来还要多。在日本，麦当劳有2975家，和肯德基也只有1165家，所以在日本，性餐比快餐来得更加的普及。从业人员就超过了30万人，这里仅计算了登记的人数，还不包括兼职援交等等，实际的规模还要更加庞大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是合法的。在日本有部法律叫风淫法，当中规定，在一个房间或者是浴室里接客，回应客户对异性的好奇心，这种是可以被接受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亲，你可以摸，你可以角色扮演whatever， 只要你不本方都算合法。这里帮大家科普一下，什么是本方？那就是发生性行为。但你觉得像这么简单的服务有吸引力吗？客户会买单吗？商家有钱赚吗？答案自然是否定的，所以就延伸出了一套潜规则。
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，如果客户与风俗女发生了关系，店家是看不到的，也一无所知。那也只能是客户在洗澡的过程中或服务的过程中，与女孩互相有了好感，是在自由恋爱的模式下自然的发生了性关系，与本次的买卖生意是无关的。你看多么的神圣啊！就如果万一被警察逮到的话，商家一般也只会提供这类的说辞。毕竟人家也是合法企业，是对国家有贡献的，警察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何况这类的场所一般都有黑社会在看着的，警察也不想惹事。这套潜规则也被充分的利用到日本全境，包括吉原的泡泡浴、大阪的飞田新地。所以你现在懂了对吧？当你在开心的时候，请你无人肉店，因为这些女生的命都很苦。她们之所以会从事这些行业，或许是被生活所逼，主要原因就是源自于经济原因，比如交学费、还助学贷款、欠外债等等。无奈与不安一直在侵扰着她们。据统计，有 51.3% 的大学生曾经借过高利贷。由于日本大学很少有提供学生宿舍，就算有，大多都很破旧，而且很难申请到。他们除了要负担高额的学费，还要支付房租等各种生活开销。不像华人，孩子上大学的各种费用基本上都是由父母负责支付。可是在日本，大部分的孩子都要自己去挣。背上了高额的高利贷后，如果不能按时的还的话，就会被罚款或被黑社会威胁。就这样，在日本有很多女大学生就被这样一步步逼成卖春的那人。根据风俗店女性工作社团法人 GAP 的报告，在日本性工作者的月薪约为41.4万日元，约2.7万人民币。而且普遍来说，年纪越轻收入则越高，年纪越大收入则越惨。市场也调查发现，每位风俗店工作者平均一个月只工作11.8天，而薪水则为43万日元，约2.8万人民币。若以年龄而作为区分，18至20岁平均一个月做16天，薪资可达82万日元，约5.4万人民币，收入最高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体力受限就越多。性工作者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上班天数和收入皆会大打折扣。尤其是43岁以上的性工作者，每月仅工作7天，收入仅有18.2万日元，约1.2万人民币，甚至不到18至22岁的1/4。好了，说了那么多风俗的故事，我想现在也是时候说说 AV 的故事了吧。据统计，在日本现在约有150家 AV 公司，而每家公司约有50名专属的女优哦。全日本约有8000名的现役女优，但其实活跃在镜头前的只有30%，约2500人，其余的只是挂名女优，没有工作，可能因为收视不好。而每年约有2/3的女优被淘汰，由新人进来填补，所以这个职业的命运是很短暂，而且竞争也很大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的 AV 女优比起以前的女优更加大胆，更加的开放。以前拍 AV 都是星探在路上求人家来拍的，而现在已经是很多女性主动到公司的网站进行报名安排面试。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一直上升当中。由于数量的上升，厂商和片商就有更多的选择，会进行筛选。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在以前的。以前只要有人肯拍，就可以去拜神了的，因为真的是很难的。所以现在不是每一个女生都有上镜的机会，而且他们会进行挑选。这主要归功于日本女性已经有意无意的把这个行业当作是一种兴图，或出自一份好奇心，或因为刺激而来挑战，而绝大多数都已经获得父母的支持下才来进行报名的，不怕被别人认出身份，他们享受聚光灯镜头，他们梦想一夜成名。当然，还是有存在因为经济压力才来拍的，比如替家人还债等。在日本，年龄介于19到29岁的女性中，每50人就有1人拍过 AV， 也就是所谓的素人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近几年素人的影片数量一直在增加，似乎就要压过了正规女优的势头。而且素人影片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，你不需要付高额的出场费，你只要在朋友之间组织一个团体就可以开始了，就可以轻易的在这个市场分一杯羹。无论你是 AV 女优还是风俗女都好，都是越年轻越好，毕竟都是吃青春饭的行业，最多也只能干到40岁而已，所以想清楚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，喜欢的话就分享出去，也欢迎你们订阅按赞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其实我是一个新来的，真的很需要你们支持，这样的话我才能活下去。OK，拜拜，谢谢。